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Run with Fancy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期随机课的讲解，主要涉及的内容就是随机课是什么，然后以及它的应用，然后以及如何去优化一个基于随机课的农场的效率问题，然后会涉及到一些统计学的概率的模型和一些比较基础的计算。在介绍随机课之前，我们先要来回顾一下区块和子区块。区块就是指 x 乘 y 乘 z 等于16乘上256乘16的一个区域，就如现在这个网状线之内的区域。子区块是指16乘16乘16的一个区域，就是由蓝色玻璃和红色玻璃围成的一个区域。然后一个区块当中含有16个子区块，一个子区块有16的3次幂个方块。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下区块克。区块克就是当一个区块处于实体下载的状态，也就是 entity taking 的状态时，然后以这个玩家实体为128的圆，在水平面128的方块的圆都会处于被叫做 taking 的状态，它是不受外坐标的影响的。处于这样的状态的区块都会接受到区块克，在每一游戏课的时候就会接受到一次区块克。然后区块克就是一种游戏循环，一种游戏计算的方式。随机克就是指能接收到区块克的子区块，它在每游戏课的情况下都会随机选取3个方块，然后对其施加随机克。随机克的默认值是3，当然我们可以通过指令去调整。我们可以通过指令 game rule random take speed 去调节随机克，当然它的默认值是3，这样就什么都不会改变。我们如果把树的原木挖掉，树叶消失，它是受到随机克影响。树苗的生长也是。然后我们海龟蛋，我们踩上去，我们踩蛋老师，它裂开，它也是受随机克影响。还有它这个孵化也是。红石矿，我们踩上去，发现它会亮，它消失，它这个亮光会消失，它这个是受随机克的控制。这些农作物的生长也是，可可豆的生长也是，蘑菇的传播是这样的，菌丝和草方块的传播，还有就是藤蔓的生长，冰和雪融化，这边的海带、浆果、竹子、甘蔗、仙人掌的生长，火尝试去点燃周围的方块，岩浆尝试去点燃周围的方块。这个篝火它出现烟，它这个烟雾的这个也是受到这个随机克的控制。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，在一个子区块中随机克的表现。在一个子区块当中，任意一个方块被随机克选中的概率 p 等于欧米伽分之3，这里的欧米伽就是这个子区块的总方块量16的3次幂。如果我们假设随机变量 k 代表着这一个随机的方块被选中的次数，那很显然这个随机变量它是服从二项分布的，那么这个 k 的概率质量函数我们就可以写出来，然后并且我们可以将它累加，得到累积概率分布函数。显然对于这个模型来说它并不是很实用，这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在发生最后一次随机克事件后，这个随机的方块被选中之后，我们还需要间隔一段时间才能停止观测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并不是最有效、最优的解决方法。于是我们就改变一下我们的概率质量函数，然后如下图所示，
它的分布是满足负二项分布的。我们在第 t 时间的时候，我们观测到最后一次，然后就立刻停止观测，这样是比较有效的方法。如果我们考虑到实际情况，在一个子区块当中，并不是所有的方块都是你想更新的方块。也就是说，你的目标方块，假如说有 n 个目标方块，这里的 n 是大于等于3的，那么你假设随机变量 x， 它是指你这个目标方块被激活，就是被选中。这里我们拿可可豆作为一个例子，可可豆的生长是每收到一次随机克后会有 0.2 的概率生长一级，一共有3级。然后对于这个子区块当中任意的一个可可豆来说，进行每一次随机克运算时选择可可豆的数量，它都是满足一个几何分布的。这个几何分布的概率分布我们也列了出来。然后这里我们考虑到一个条件概率，就是如果我随机观测一个可可豆叫做 AI， 那么我很容易就知道我观测到这个可可豆这个 AI 的概率，就是说在选取到可可豆 x 大 x 随机变量大 x 等于 b 的情况下 take 到 AI 的概率，就是一个条件概率。然后这个条件概率是很好求的，就是一共是 n 个可可豆，然后选了 b 个，就是 n 分之 b 的概率去选中这个 AI。然后根据条件概率的计算公式，我们就可以算出来当大 x 的变量在0、1、2、3之间变化时，然后相应对应的选中 AI 的概率。然后就对于任意一个可可豆来说，它被选中的概率，然后并且成功生长，被选中并且成功生长的概率就是 b sigma， 然后就等于 0.2 乘上后面3项。这里我们给出一个更广义的计算公式，这里我们要计算它整个你所要的目标方块的产率的话，就用大写的伽马 t 来表示。t 就是你进行这个机器循环的周期，也就是我们就上文所说的这个观测周期。然后这里的大 N 是指你这一个子区块当中的种植数量，然后伽马是指掉落率，然后伊普斯隆是指回收率。这里面的 ct 就是如下，含有参数 m、j 和 t 的一个方程。然后这里的 m 是指你这个作物需要长 m 次，需要受到 m 次随机克更新后，它才会成熟的这个次数。然后这里的 j 就是一个参数，就是物测求和用的。然后这里我们给出了当大 M 等于小 m 时的一个概率质量函数，然后以及它对应的那个 p sigma 的值。然后这里的 m 就是一个随机变量。我这里就用可可豆的例子，然后来进行一下求解。然后 MATLAB 这个脚本写在这里了，就是这39行一直到48行。最后我们画出来画出来那个方程，画出来我们所要的那个产率对时间的比。然后这里是没有乘，就是这是指一个单元的，我没有去乘那个总共的一个子区块能堆多少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机制，因为它这个乘不乘也不影响机制。我们运行一下，发现我们得出来一个图像。这个极值点大概是在8986 GT 的时候，然后它就会达到一个，它收获率就会达到一个顶峰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控制我们整个农场的这个周期在这个时间范围左右，它就能使它的这个效率达到最大化。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结论。我这里把我上面所有讲的东西全都整理到了一个 PDF 上，然后我会把整个下载链接都放到视频下方，然后也会把这个 LaTeX 这个整个包都会打包放到视频链接下面，就给大家作为参考。这里我们介绍一下食之虫的之前做的一个专栏，是计算一个低域油农场的这个产量的估计，然后建立的一个理论，就是如何提高农场效率。然后在这里它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，就是专算低域油的。
然后当然做的是非常好的。然后这是它的这个概率分布，一个质量函数，一个累积分布。然后最后还做了一个这个小的近似化解，然后就是没有用这个计算机去求这个求解机制啊，这个后面是有求解的。然后大概就是手解了一下这个最终的时间，然后还是非常好的。然后并且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架构，对，这里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